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7月24号，中国来了2个欧洲的客人，有没有人关心这件事？你会发现国内外这个报道不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谈出好成果。这个人叫冯德莱恩，还有一个叫科斯塔。冯德莱恩是欧盟委员会，科斯塔是欧洲委员会。这2个人几乎代表了欧洲的最主要的力量。他们2个人7月24号来访，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。按道理，这是件大事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在国内好像没有什么声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这件事情根本不热衷，也没有大规模的报道。7月份最热门的是这2件事，第一个就是娃哈哈宗庆后的布鞋破了，第二个就是少林寺释永信的袈裟破了。这2件事情国内外大规模的报道，但这个事情没有，很奇怪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这2个人一直代表着欧洲对中国持敌视态度，怎么能看得出来他是敌视态度呢？就是他们访问中国之前通过了一个决议，对中国的2家小微银行、东北的2家农村商业银行实行制裁。制裁的原因是什么？说他们支持大额的军工转账和能源贸易，制裁了2个小微银行，这是第一步，这非常不友好。你都要来访问了，还对中方采取制裁，这明显就是不友好。他就希望通过打压中国来换取谈判桌上的权利。而且更恶心的是，这2个人来访问以前，他不是首先访问中国，首先是去了日本，然后顺道访问了中国。在外交上你一定要看得懂，在外交上有专门访问和顺带访问。中欧50周年这么大的事情，本来你应该专程来访，同意吧各位？结果你好了，跑到日本去转了一圈，顺便访问一下中国。这个态度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中国政府，谈得了就谈，谈不了我就不谈。意思就是谈还没谈，先拿出一个什么川建国式的压榨气势。结果中国呢，你想想看今天的中国，所以用他的话来讲叫不鸟他，不惯着他这个脾气。你知道中国怎么干的吗？冯德莱恩抵达北京，通报中去掉了欢迎2个字，而是称作通过中欧共同协商。最绝的是，中方安排了用摆渡车去接冯德莱恩。当他知道来接自己的是摆渡车后，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。或许因为他知道中方这是在告诉他看不清形势，立场不坚定，左右摇摆，来了也白来，什么也谈不成。摆渡车就适合摇摆不定的人。中国本来是2天的行程，迅速缩短为1天，就砍掉你一半。上午领导人见面，下午企业家会谈，然后赶紧滚蛋走人，这是第一步，所以态度非常明确。第二点，再说说欧洲为啥对中国是这态度，这背后有欧洲自身的复杂处境。咱们以前总觉得欧洲能硬气起来，有机会独立崛起，所以一直希望欧洲能强势发展，形成欧洲、美洲、中国3足鼎立的局面，帮咱们分担来自美国的压力。正因为有这份期待，咱们在和欧洲的长期谈判博弈中其实做过不少让步，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放下这份期待了，欧洲很难真正硬起来，担不起独立崛起的重任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，欧洲希望咱们能支持他们打赢俄乌战争，也就是给俄罗斯施压。可中国官方态度很明确，俄罗斯要是输了，对咱们绝不是好事儿，因为那样北约就可能东扩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很可能中断，咱们中国就会受制。到时候北边有北约逼近，东边日本、韩国又不断生事，咱们可能面临3面受敌的局面，这对中国来说风险太大了。所以欧盟对此挺不满，毕竟他们在乌克兰投入了大量沉没成本，输不起。这也是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没结束的原因之一，欧盟内部都乱成一团，很难达成共识。就拿法国来说，中国科技和产业的崛起让法国不少曾经领先的领域受到冲击，比如汽车行业面临不小挑战，但欧洲也有相对侵华的势力，比如德国。德国已经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断了，如果再失去中国市场，加上欧洲市场本身就动荡，生产成本不断上涨，德国的处境会更难。所以现在的欧洲其实是分裂的。依我看，中国可能已经对欧洲不抱那么高的期待了。这意味着啥？如果家里孩子要去欧洲留学就业，得多留心。大国博弈背景下，谁也说不准会发生啥。不光是欧洲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这些国家，要是孩子去那读书，都得谨慎。这时候最稳妥的选择，或许是留在中国读书。其次呢，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。别觉得去欧美才风光，现在形势不同了，去欧美留学回来，说不定不好找工作，海归成了海带，除非家里有企业能继承，否则就业可能挺难。我有个同学就是例子，在美国待了10年，咱们都觉得他是学霸，考进的学校全美排名第5，全靠自己实力，没走任何后门。
还在美国工作了3年，可回国后呢，发现人脉跟不上，发展不太顺。他唯一幸运的是家境不错，才能衣食无忧，一切都有安排。所以大家真得慎重，去欧美的多掂量。它并不是个例，现在国内的普遍现象，很多人花200万留学回国，即便找到工作，月薪也就几千。前段时间，董明珠直言，格力绝不用海归，多个省份公务员选调，直接把留学生拒之门外。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国安部的数据，近年来破获的涉密案件有约60%跟留学生有关。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现在就业困难户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今天我要撕开一个真相，留学生的困境只是这个时代巨变的冰山一角。咱们先从数字说起，1978年全中国出国留学的只有860人，那时候谁家孩子能出国，左邻右舍都得羡慕好几年。为啥？因为稀缺。可你看看现在，从改革开放到现在，出国留学生累计800万，回国人数超600万，40多年翻了800多倍。虽然好岗位有所增加，但是也远远跟不上。这就是第一层真相，不是留学生不行了，是蛋糕没变大，分蛋糕的人却多了。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全部真相，那就太天真了。真正的转折点是2018年。2018年发生了什么？中美贸易战。很多人以为贸易战就是加关税，错了。贸易战改变的是过去40年世界运行的底层规则。那这是什么规则呢？说白了就是过去40年全世界玩的是一个叫全球化的游戏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知识自由流动，人才自由流动，谁有本事谁上。美国有好技术，中国学生就去学，学完了可以留在硅谷，也可以回国创业，这叫双赢。2018年之后，美国突然改规则了，不光不许学，连签证都不给你。2019年之后，中国学生申请这些专业拒签率15%，到了2024年呢，40%。这对于学 STEM 专业、科技、工程、数学的中国学生影响最大。这就是第二层真相，不是中国不要留学生，是美国先翻脸的。当老师不愿意教学生的时候，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。可这个故事还没完。如果说美国翻脸是外因，那内在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中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，快到所有人都没想到。2003年，中国 GDP 多少 ？1.66万亿美元，只有美国的13%。2024年呢，18.94万亿美元，是美国的66%。更关键的是结构变了。20年前中国出口什么呢？衬衫、袜子、打火机，扒一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。现在出口什么呢？新能源汽车、光伏组件、锂电池，咱们管这叫新三样。华为 5G 技术全球领先，大疆无人机占据全球70%的市场份额，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越特斯拉。这就戳到问题的本质了。当学生在某些领域超过老师的时候，还有必要交学费吗？所以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清华北大的本科生不爱出国了。清华本科生出国深造率从2019年的24%下降到2024年的18%，降幅超过28%。北京大学从25%降至18%，降幅超过21%。但这引出一个悖论，既然精英都不出国了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普通人挤破头要出去？这就是第三层真相，也是最扎心的真相。留学已经从求知变成了求标签。现在的留学市场是个什么生态？最顶层富豪家庭，他们送孩子去哈佛、耶鲁不是为了学东西，是为了圈子。那是什么圈子呢？和扎克伯格做校友的圈子，和华尔街大佬的孩子做同学的圈子。对他们来说，常春藤就是个高级俱乐部。中间层城市中产，他们的逻辑是曲线救国。孩子高考没考好，上不了985怎么办？简单呢，花个100万去英国读个1年制硕士，回来就是 QS 世界前100，听着多唬人。最底层普通工薪家庭，他们的想法更朴素，孩子在国内读个3本，出来找工作都难，不如咬咬牙送去马来西亚、泰国，好歹是个海归，相亲的时候都有面子。你发现没？这3个层次的人没有一个是为了学知识而出国的，而支撑这个体系的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，从申请到毕业，每个环节都形成了成熟的商业模式。有人专门研究如何让资质平平的学生进入排名靠前的学校，有人专门提供各种应试技巧的速成培训，还有人确保学生能顺利拿到那张纸质证明。整个过程就像一条流水线，原料是焦虑的家庭和迷茫的学生，产品是一张张看似光鲜的文凭。在这条流水线上，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能获得可观的回报，唯独买单的家庭需要承担全部成本和风险。我见过最典型的场景是什么？某些海外院校的特定专业，课堂上几乎听不到英语对话，大家用熟悉的母语交流着学习心得。
而那些本该通过独立思考完成的学术任务，也能通过各种便捷服务轻松解决。这样的经历，除了在异国他乡体验了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在专业能力上真正的收获又有多少呢？但泡沫总有破的一天。当越来越多企业发现这些海归的真实水平，对整个群体的信誉就崩塌了，偏见一旦形成，就覆水难收，而那些真正优秀的留学生也要跟着背锅。所以，留学生时代真的结束了吗？我的答案是，结束的是混子的黄金时代，没结束的是真才实学的时代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什么样的留学还有价值呢？就3种。第一种，去学真正的尖端技术，但这些领域美国防得死死的，你根本进不去。第二种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带一路国家，去了解新兴市场，而不是欧美，是东南亚、中东、非洲。为啥？因为中国企业出海需要懂当地的人。第三种，顶尖的学术研究，如果你能进诺贝尔奖实验室，那当然要去，但这种机会可是很难得。除此之外的留学，说白了呀，就是花几百万买个心理安慰。这里我要特意强调一下第二点，为啥说一带一路是个好方向？首先，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融洽，相对更安全。其次，咱们和这些国家的合作，在西方看来或许不起眼，但今年上半年，咱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了 72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2025年上半年数据达到13万亿人民币。看宏观数据就知道，咱们对东盟及约150多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几乎全在增长。这说明中国在下一盘大棋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像农村包围城市那样稳步发展。所以孩子要是去东盟或一带一路国家留学，毕业可能更容易就业创业。我有个客户叫丽郎，今年在马来西亚开了第1家店，生意不错，计划再开几家，甚至到10家。在东南亚发展，肯定需要当地员工，他们优先找什么样的人？既懂中国，又是中国人，在马来西亚读过书，懂当地语言，有当地同学和人脉，了解风土人情，这样的人最受欢迎，因为兼具中外视角，而且薪资期望不像欧美留学生那么高。我那个美国回来的同学就是在美国时，他和太太一年能挣30多万美元，回国后总惦记着过去的收入，动不动就要求年薪15、16万美元，甚至17、8万美元，也就是过100万人民币。可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岗位，心态慢慢就失衡了，觉得这也不好，那也不行，这种心态一扭曲，最后啥也干不成。但是你去东盟就不一样，你去一带一路就不一样，你就有大量的机会。所以我们的观念要变，你不要只觉得欧美在这儿香饽饽了，很多人就觉得脸面上过不去，对吧？说我们儿子去马来西亚读书很丢脸，去印度尼西亚读书很丢脸，应该去欧美读书才很耀眼。要什么眼呢？欧美都破产了，你去诺丁汉大学读书，结果诺丁汉破产了；你去那个英国的伯明翰大学读书，伯明翰破产了，城市都破产了，你还要什么脸，对吧？你现在去英国读书，你觉得英国很牛吗？现在中国人的心态完全变了。我们以前看什么伦敦大学毕业的、哈佛大学毕业的，我们会觉得你特别牛，现在觉得没什么好牛的，你最好是北大毕业的、清华毕业的、复旦毕业的、交大毕业的、浙江大学毕业的，我们会觉得你很牛，对吧？特别是浙大，现在很火，因为浙江这个6小龙的原因，只要是浙大毕业的，马上就说，哎呦，那你跟 DeepSeek 的创始人是校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以前没觉得这么牛，现在突然觉得空前团结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祖国强大了。而且你会发现 DeepSeek 6个创始人全是中华土生土长，都是中国大学毕业的，没有一个海归教育的。我们以前总是认为海归教育很牛，现在才发现不是如此。所以世界在变，不要再那么崇洋媚外了。这个世界变了，我们现在做汽车买汽车，很多都是买国产了，我们再也不觉得买奔驰宝马很荣耀了，同意吗？我们现在买手机，再也不觉得买苹果很荣耀了，现在都买华为，对吧？现在还在用苹果的人基本上是属于用不起华为，所以这个世界在变，所以大家的观念一定要开始及时的转过来。整个故事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什么时代终结了？那个靠搬运知识就能成功的时代。什么时代开始了？那个必须创造知识才能成功的时代。过去40年，中国是小学生虚心向全世界学习，留学生是最重要的知识搬运工，把国外的先进经验搬回来就是贡献。但现在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是老师了，老师还需要搬运工吗？老师需要的是创造者。所以董明珠那句话，话糙理不糙。当中国企业开始引领世界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的不是游学四方的国际人才，而是脚踏实地的创新人才。
这是坏事吗？对混子来说是坏事，对真正有本事的人来说是好事。因为当虚假的光环破碎之后，真实的能力才会被看见。当捷径被堵死之后，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才会被重视。在这个新时代，决定你值多少钱的，不是文凭上的学校名字，而是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；决定你能走多远的，不是你在哪里镀过金，而是你有多少真本事。潮水退去，才知道谁在裸泳；光环褪去，才知道谁是真英雄。留学生时代没有结束，结束的只是投机者的春天。对于那些真正渴望知识、追求真理的人来说，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，因为真金不怕火炼，是骡子是马，总要拉出来溜溜。最后，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，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。